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2号，大年初一，在这边祝各位多头跟空头的家人们新年快乐。今天视频简单来聊一下，昨天比特币 23K 冲不上去，现在日线是收了一个不太漂亮的高档，类似一根流线的 K 线。那这种 K 线我们要怎么来解读？包括波段或者是短线的朋友也是在聊，短期到底要怎么来操作？4个小时现在是有一个空方的败下，那我们怎么再去配合1个小时的形态？某一些关键位置破的时候，到时候去观察，有可能要进行一个中线的整理啊，以及整个波段的多单我 15K 的选择，目前还是选择继续给我爆啊，不然今天视频也来聊一下比特币短线的操作，以及这个狗狗币短线的操作。昨天也是跟大家讲，前面在这个低档又买了一些短线的仓位，昨天我是有抛了一部分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没抛。还有一部分要什么位置去抛，等下来跟大家重点讲一下短线要怎么来操作。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佣20%。我们先来讲一下重点的这个狗狗币啊，狗狗币其实短线的操作我是选择就这个区间来操作，你下沿的位置买，然后接近上沿的位置也不一定会来到这种位置啊。所以昨天是有一部分抛在这一个高位，但是还有一部分短线的长线的仓位我目前是一直没有动，所以也是选择短线看能不能继续降长线的成本。那这种操作的手法是这样子哦，前面的这个矩形它不是突破的时候是有跟大家讲，你去观察一下，上面还有一个矩形压在这边，所以这一个高沿的位置就这个区间是有很重要的一片压力区。那接近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可以做高抛，你就这样子来对待。至于短线如果还有一些仓位，我是还没买哦，是在观察4个小时。昨天是有一个空方的败下，当然没有全部买，因为这个高沿的位置我也不确定它到底会不会压回来。但是比特币现在是 23K 过不去又压了回来，所以我是选择看还有一部分短线，我们尽量观察4个小时的狗狗币。这边不是有一个螺旋的十字线哦，那这个低档的位置它是有一个大量。有个大量说明有一些资金可能昨天是在这边追，所以我是选择看接近这一个上沿的位置，看要不要先卖一部分。但是还有一些短线是没买，我是在观察这一个下影线的位置，就是这一个低档的位置，它会不会有效的跌破？如果收盘给我跌破的话，那我观察要不要继续把短线的一部分仓位再卖掉，这样子长线的成本就可以继续降。然后如果要再做的话，选择接近这一个下影线的位置，或者是这一个区间的时候，到时候观察要不要再买一部分短线回来。因为我估计狗狗币可能还是一样，整个中线它还是在继续震荡，包括比特币昨天一个冲高回落，有可能最近短线也是会震荡啊，不一定会再攻了。昨天是判断会不会有一个镜像，然后继续给我往上攻，但是 23K 现在是站不上去了。那我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还是一样狗狗币的这一个牛熊线啊，在周线里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老生常谈了，20年的这一根大涨，然后22年的这一根大涨，马斯克收购推特，它大涨以后它会有压回，现在也是压回了12根11根左右。上一次20年的这一波熊市之前，它是在这边压回整理的17根。这里面的一个形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拉进来观察，你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它在这个位置区间的时候是一直在这2条牛熊线20的下方震荡了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根、8根、9根、10根，后面是10根以后，在这根有一根突破，又来了1根、2根、3根。那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这一次它压回来到这一个牛熊线下沿的位置，只整理1根、2根、3根，比特币上去的时候直接就拉了上来，所以我估计短期可能还是会在这个位置震荡，它的时间在下方只有3根，那个位置下方是有10根哦，所以我估计这个位置上去有可能会不会时间变到这个位置继续震荡，那你就观察这个矩形会不会拉长。那至于比特币，我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它短线的一个重点啊，短线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位置它这种 K 线收出来，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估计看会不会有一个井喷继续的一个走势啊，类似这种翻转的镜像，这一根复制在这一根，但是马上收了一个高档的一个流线，我们今天要去观察一下它目前的价格能不能一直稳在这个流线里面啊。
如果能稳在这个流星里面，那我们要去观察，像这种量也是相对比较大，你这种流星是多方相对实力比较强的主力买出来的这个上影线，那你价格要在这个里面来波动。如果不是实力比较强的昨天买出的一些价格，或者是昨天散户有在追的位置，那我们要观察一下4个小时现在是有一个空方的吞噬啊，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大量的位置是在这一个，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位置目前是还没破。你如果是短线客的朋友，前面在20.3K 这个低档位置有买的，我的观点是超短线的一些仓位，你也可以去观察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个支撑区，因为这个位置也是同样1个小时里面的这个下影线的位置，是有一个空方的量，也是整波上涨以来，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大的一个空方的量，你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一个有一个空方的量。所以这个位置短线的朋友，我的观点是你一定要去观察，这个位置不能破，破的话你短线可能在这个位置前面，如果在这种位置有买的，看个人仓位的趋势，如果是要做成短线，或者是你观察一下这几个支撑位，设一个保守性防守，把一些短线的仓位看短线要不要做获利了结的动作，因为我估计有可能整个日线它会不会进行一个震荡区间的整理啊，包括它这个位置为什么上不去，还是一样讲的几天，目前的布林线在周线里面，它是一直在冲上轨，但是 KD 指标是慢慢的在跟，离这个80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如果是能在80上方这种强势的区间，那它冲上轨，有可能这个上轨会类似之前的日线跟大家讲的，类似这种一直往上飙，它是早早的就已经冲了80上方。所以目前的周线，我的观点还是一样，有可能冲上轨上面压力还是会有压力啊。然后为什么23K 冲不上去？还有一些事件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最近有看到的一些报道，美国有没有可能会产生债务违约？包括他们的财政部长耶伦都说出这种话，就是说不排除有可能会违约。所以最近会不会有这一只黑天鹅事件？如果连美国的债务都要违约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很多朋友也是在讲，还会不会有黑天鹅事件？是不排除啊。当然，这个事件如果是真的产生违约的情况，我的观点是，整个大长线是利好这个比特币。因为很多人可能都开始不相信美元的情况下，美国的债务都会爆发违约的情况，那我的观点是，后面还信那个美元干嘛？你整个大长线一定要信这一些数字货币啊。至于以太坊，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也是一样啊，它这边是有一个空方的吞噬，所以不排除这个位置短期目前有空方吞噬，你就观察一下它会不会有压回。那至于这个下影线的低点也是很重要，超短线的朋友你可以观察一下，昨天也是在这个位置。如果是一个没有实力的主力拉出的这种 K 线，或者是有实力的主力在这边，是不是有抛了一部分的筹码？那你观察一下，它会不会把这个位置给破掉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